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我的新 iPad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台，它是我新买的 iPad Air 5 64GB 蓝色。那应该有蛮多人就已经在 IG 上面看到我先发了这个图片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开箱它的所有配件们，因为基本上我从 iPad 8跳槽到这个的话，它是所有配件都基本上要换掉的，所以我这次订了它的保护壳，然后连笔套我都买了，所以等一下呢就跟大家一起拆箱。那如果说对这集主题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欢迎看下去喽。首先跟大家开箱一下，这是它的袋子。那时候我去101 Apple Store 买的时候，它就有附一个提袋给我。那其实我之前是有想过，就是在网络上直接订，然后送过来。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星光色啊、紫色什么都有货。但是我现在呢，去实体店面就只剩下蓝色可以选择，所以我就只好不得已买了蓝色。虽然它不是我第一选择，但后面想一想，就是装壳之后好像也没什么差，所以我就还是买了蓝色。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想要换耳机，所以才想要用 BTS 方案加购。比较划算，结果没想到，因为新的 AirPods Pro 2出来之后呢，官网就把 AirPods Pro 的这个选项删掉了，所以我就只好呢到实体店面，然后把蓝色带走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就是2间 Apple 的店一直跑来跑去，然后差一点没买到。然后总而言之，最后还是顺利的买到这个蓝色。然后它的盒子呢就是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有加购这个 AirPods Pro， 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。最后呢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 AirPods Pro 的那个装壳的样子。先来跟大家开箱一下这一大盒，虽然我已经把 iPad 拿出来了，但是它的所有配件呢都还在盒子里，所以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 iPad 里面附了什么配件。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有一个说明书，然后还有送这个豆腐头，然后跟一个线。那因为这一次的 iPad 它升级之后啊，我自己升级啊，因为我从 iPad 8跳到这里嘛，所以它整个的线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头也是不一样的。那它这个呢是 Type C 对 Type C， 所以就等于是说这一台 iPad Air 5它是可以直接接到那个我的记忆卡上面，然后还有跟我的 MacBook 是一样的头，所以其实就蛮方便的。因为我之前的 iPad 8它其实是 Lightning， 所以就是跟我的 iPhone 一样，所以呢，如果我要充 iPad 跟 iPhone 就是用同一条线。那如果现在换成是 Type C 的话，就是变成是 MacBook 跟 iPad 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来就跟大家开箱一下我的 iPad 配件。那这次我买的壳呢是 JT Legend， 就是我自己自掏腰包，这次他们就没有再赞助我了，我就是自掏腰包买了这个 JT Legend 的壳。然后呢，这次因为我看了 Dcard 上面有很多人说蓝色跟有一个颜色叫做冰川蓝，其实很搭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买看看他们家的冰川蓝，因为我自己收到他们之前的合作之后是很开心。那他们家的壳用起来也是真的非常无敌好用，那2个壳我到现在都还用。所以我其实觉得他们家的品质真的很好，我真的合作过的厂商，我拍胸脯保证，真的都是我品质有挑过的。所以就算是我自己要私底下买东西呢，也会去回购他们家的产品。所以呢，这次就是买了他们家的壳。这个壳我记得我印象中买完也有1000出头，就是这个壳其实还蛮不便宜的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保护你的 iPad， 然后想要让这个壳持久一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买壳好一点的是比较好的投资。那这次是我买的这个冰川蓝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镜头看起来有点像是粉紫色啊，然后紫蓝的感觉，但是我自己看是偏蓝色没有错，然后是一个蛮好看的蓝色。然后其实我还蛮担心它会变脏，因为这个蓝色如果真的用脏了，就会变得有点脏脏的。哇，然后它的触感很好跟我之前用的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。然后它这个触感摸起来是止滑的。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之前很喜欢用 JT Legend 他们家的壳，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多的角度嘛，折的角度，我之前就有介绍过，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。那因为这个多的角度真的是超级无敌方便，不管你是要书写啊，还是你要追剧什么，还是你要直的横的，都非常好用。所以我自己个人很推荐，如果说你今天要买壳的话，一定要买这种多个角度，不要只买那种只有3折的，真的超级无敌难用。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贝壳呢是透明的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秀出你自己是用 iPad 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你的 Apple logo 就是露出来。所以其实真的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设计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因为我的 iPad 是用2代的 Apple Pencil， 所以其实我没有买笔。那
它这个因为是可以包覆磁吸的，所以如果说你有笔的话呢，你其实是可以包在里面，就是你包在里面，这样磁吸呢你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塞笔进去的。然后我现在呢就马上套壳给大家看，就是实用后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真的是看了很多图都不准，还是要实际使用过才知道。然后现在呢就把它装进去，好期待哦，终于可以装壳了，哇哦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装壳之后，它整个人变得超级雾面，然后超级好看然后这是背后的样子，然后这是前面的样子，哇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超好看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蓝色就是原本可能看实体会有一点深，但是套了壳之后，因为它的背板其实是有点雾白的，所以它让整个蓝色变得很柔和，然后会随着光线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它的蓝色变得超级无敌好看，然后搭配了这样子撞色撞得很好看。所以这就是我买的壳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大家开箱的是我的贴膜，因为之前就有人问我说我有没有用类纸膜，那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类纸膜会有一点点让荧幕的清晰度下降，所以我个人没有很喜欢用类纸膜，然后再加上我平常也有一些其他用途，像是追剧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希望这个荧幕看起来有一点不太清楚。那我的贴膜呢，就是随便找一个评价还可以的虾皮店买的，可能就没有品质那么好吧。不过我平常呢 iPad 也不太会摔到，所以就随便买了一个壳，就是这一种大张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 iPad 的玻璃壳，对，然后它适用于 iPad 第5代10.9寸。那我等一下呢就会把这个贴膜给贴上。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iPad Pencil， 因为其实 iPad Pencil 是一个蛮贵的配件，所以我那时候在犹豫说我跳槽之后我的 iPad Pencil 要不要换掉，因为我原本是1代，可是1代没办法用这个，所以呢就很幸好之前有接过 Penovo 他们家的业配，所以呢我就有留下他们的笔。他们的笔呢其实说实话是真的很好用，所以其实这一支笔呢我到现在呢都还有在用它。然后再来是刚好这支笔呢是不挑型号，所以不管是之前的 iPad 还是现在这个 iPad 它都是可以用的，所以我最后呢就决定不买 Apple Pencil 2，就直接用这一支笔来做我之后未来的触控笔。那它这个是有磁吸功能，只是没有办法充电，不过我觉得已经真的非常够用了。再重申一次，我接过我业配，拍胸脯保证是好用的。真的很多同学真的私底下来问我说，何熊那个好不好用？我就跟他讲很好用，我到现在都自己自用的非常开心。所以这样子粘上去之后呢，壳再这样包起来，就是一个非常好，每天上课都可以必备带出去的配件了。你看我自己真的超级会设计。那稍微跟大家公开一下我里面打开会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其实我有先使用过一段时间，但是没有带出去使用过。那它打开呢，我用了一个桌布，是这个超级可爱的吧？因为它整个是蓝色系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挑了一个桌布，然后是熊熊，然后背景是整个蓝色的。那解锁的话，它是把 Touch ID 改在它的上面，原本是一个圆的在这边嘛，所以我有点不太习惯。不过我想要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解锁。然后打开之后，整个桌布是长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布丁狗，然后里面是我最喜欢的咖啡色。那这边上面呢，我其实有写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像是鼓励自己的话的这样子，就是写说 Work hard, dream big。就是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阿伯就跟我说，你要 dream bigger， 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是要有梦想，然后有梦想才会去追逐梦想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俚语我就把它摆在这边，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这样。然后我觉得目前看下来就是心情非常的愉悦，然后希望自己未来可以用这个iPad 呢度过我未来的大学2年这样子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看关于 iPad 之类的主题呢，都欢迎留言给我，然后我有机会呢就可以拍给大家看。那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如果想要持续知道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最后跟大家小公开一下，这是我的 AirPods Pro 的壳，它前面呢是很多的小熊熊，然后呢后面是这样一只熊，这个是韩国原创的一个耳机壳。终于时隔4年了，我终于换了一个耳机，好开心啊！